朋友们好，这里是江风世界。习近平跑到平壤去了，大家都看见了，白晃晃的大太阳底下，金日成广场上彩旗招展。可最扎眼的是习近平和金正恩俩哥们巨大的黑框画像，惨白的建筑背景下，怎么看都像是巨型灵堂。北韩那帮仪仗队迈着死板的压步走过去，嘴里高喊的竟然是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听话听音，这怎么听都像是在说我们希望你多活，因为你已经没有几天了。西方媒体发了好多评论，说这规格多高，中朝关系多紧密，我跟这种所谓主流的分析看法完全不同。就在他飞机落地的前一天，金正恩转头就让自己的亲妹妹，那个出了名厉害的丫头金宇正，在外面放了一阵冷风，说什么北韩的核武地位免谈，中朝要确认朝鲜无核化目标，那都是假消息。这巴掌呼的面子给足了，里子是连1公分都不让。北韩这个小兄弟算是看准了北京大哥手里的皮鞭啊，现在根本就抽不响了，因为他知道习近平在国内已经快被中共那些元老们给架空了。平壤那边老习正搁那儿会谈呢，下午4点18分，北京这边官方突然砸下一记重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原常委、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陈伟俊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您仔细咂吧这个时间点，一边是平壤的红毯、礼炮、巨幅画像，朝鲜把他当社会主义老大哥一样捧着；另一边，北京中纪委的网站上把他的浙江老部下直接推向司法清算。这就是中共内斗里最气人的招数，面子上把你捧得高高的，底子里把你挖得空空的。元老们这是什么意思？你在国外威风什么？你连自己家门口的人都保不住了，你现在不过就是被推到外宾面前演戏的吉祥物。你在平壤强撑出来的政治面子，北京一个通报就给你抽得粉碎。而且陈伟俊不是普通官员，他是习近平浙江帮的骨干，本来排在20大期间尚未正省级。更关键的是，他和陈敏尔都是习近平浙江帮的代表人物。陈伟俊这颗钉子表面钉在乌鲁木齐，钉帽却压在浙江，你把它一拔，带出来的不是新疆一地的泥，而是习近平当年在浙江攒下来很多问题。案子到了检察机关，下一步按照中管干部案件的常见路径，大概率就会进入最高检系统，再由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指定管辖。而今天最高检的头头应用是什么人？浙江仙居人，长期在浙江政法系统工作，后来到了上海，疫情期间空降湖北做省委书记，最后做到最高检党组书记、检察长的位置。你说他完全不知道陈伟俊是谁，这话没人信。这才是这件事儿最心照不宣的地方。你英勇不是浙江系统出来的吗？好，现在就把浙江帮的人送到你掌握的检察机关里。你办轻了，别人说你护短；你办重了，你等于亲手打扫自己的旧圈子。你不办，那就更说明问题。所以反习联盟根本不需要自己动手，只要把案子往检察院门口一放，就能看习近平的人马自己咬自己。其实陈伟俊早该进去了。2021年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落马的时候，陈伟俊本来就应该一起被收进去，但是习近平为了保住他，亲自把他调到新疆远离浙江的是非之地。结果呢，马兴瑞一倒，新疆这个地下室的门就被人一脚踹开了，躲在里面的陈伟俊也就被拖了出来。在牢里为了保命，他那肚子里知道的秘密还不跟竹筒倒豆子一样全倒出来。这一倒，背后那枝江新军的陈敏尔还能跑得了？这等于是把浙江帮在明年21大的接班香火给彻底掐断了。朝鲜那边喊的是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北京这边说的是你的人已经进检察院了。如果说清剿浙江帮是借刀杀人，那对福建老巢的围猎，那才叫一出精妙的闷雷打狗。福建那是老习发迹的延安，是蔡奇、何立峰、王小红这帮福建帮大佬的命根子和后勤基地。
要想在不引发太大动荡的前提下，把福建帮给连根拔起，反习联盟在幕后玩了一手极其漂亮的关门打狗。福建省纪委书记怎么能空缺整整7个月？其实在官场的逻辑里，位子空着才是最狠的招数。要是前任一调走，中央立马派个铁面无私的杀神过去，福建帮在当地的马仔肯定立马警惕起来，烧账本、转资金、封口信。所以位子必须空着，给地方上营造一种中央还没腾出手来查咱们的太平幻觉，让大家把警惕性全降下来。结果呢，今年5月底，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肖捷带队去福建考察，10天后，在福建潜伏了快2年的魏小葵正式宣布接任福建省纪委书记。肖捷去福建打着个谁也没法拒绝的大红招牌，叫做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谁敢挡这个？挡这个就是对抗党中央。可这招牌底下藏着的却是去听取企业和行业协会的意见，这在内行眼里就是明着查账，暗中摸底，准备掐断你的资金链。肖捷是谁？那是李克强当总理时的大管家，对国家财政、金融、税收的那些漏洞，他比谁都清楚。这里面还有个特别耐人寻味的细节，魏小葵是什么时候去福建的？是2024年的10月，也就是张幼霞刚刚掌控军权不久。他去的时候戴着个副省长的温柔帽子。您瞧瞧，以副省长的名义，名正言顺地坐在办公室里，把福建省历年的财政划拨、土地出让、国资流失的记录一页一页看个精光，而福建帮上下还在歌舞升平呢。这套连环拳打下来，肖捷前脚摸清了线索，魏小葵后脚无缝切换成省纪委书记。福建帮的马仔还没来得及把账目做平呢，纪委的铁锁链就已经套在脖子上了，而且整个过程进程上挑不出半点毛病。肖捷是人大副委员长，去调研合法；魏小葵是省常委纪委书记，抓腐败更合法。这福建帮的底座算是被人彻底掏空了。您可别以为这丢了军权，老巢被抄，习近平和蔡奇就会乖乖的束手就擒。在中共这台庞大的官僚机器里，他们手里还死死攥着宣传口这把大剪刀呢。既然动不了枪，那他们就动笔杆子，明着抢不过你，背地里我就用这把剪刀把你辛辛苦苦干出来的政绩，甚至连你的名字都剪得干干净净。这招啊，叫做不见血的政治封杀，专门用来对付胡温，对付团派刚刚扶上马的接班班底。咱们先说说这个刚在地方上任的湖北省委书记关志欧。关志欧是谁？那是李克强当年在辽宁时就一手提拔起来的铁杆骨干，是个实干派，最懂财政预算。5月30号，中共元老们硬是跨过习近平，把关志欧死死地钉在了湖北省委书记的位子上。为啥要把他按在湖北？因为湖北手里捧着一个金疙瘩，三峡工程。元老们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就是为了看住三峡这笔近800亿的国库私房钱，好为胡春华的顺利接班铺平金融和财务的道路。就在关志欧上任短短几天后，6月8号，总投资近800亿的三峡新信道工程正式声明开工了。按理说，这么大的国家级工程在湖北宜昌开工，你关志欧作为地方一把手，这是全党全国瞩目的高光时刻，只要在镜头前讲几句话，这威信不就立起来了吗？可结果呢，一出极其荒谬的常委抢麦克风上演了。常务副总理丁薛祥，这可是老习身边最贴心的人之一，他亲自跑到了湖北宜昌，跨过省委书记关志欧，亲口宣布了开工。丁薛祥这一去，把所有的镜头、所有的风头全抢到了自己身上。更狠的是蔡奇控制的宣传口，就在开工前一天，三峡集团自己的新闻稿里还清清楚楚大方地写着湖北省委书记关志欧的名字。可到了6月8号，新华社发往全国的通稿里，关志欧这个名字竟然被彻底抹去了，整篇大稿只用了一句冰冷冷的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带过，就是明摆着在全党面前
把这个新上任的账房先生晾在一边。我让你出了力，办了800亿的工程，却捞不到半点宣传上的政绩。等到了明年的21大上，你就没有任何政治资本去争夺新班子副总理的位置。说到这儿，咱们还得跳出来稳稳神儿，养精蓄锐。在这里还是要给大家送上一份实实在在的温暖和福利。咱们频道最受欢迎、复购率最高的滋补极品，普瑞堂的明星产品玄宝黑参，现在的福利非常实在，每一单只要买满500美元，就直接赠送您一整根高品质的玄宝黑参。您可别小看这一整根黑参，切片泡水喝，或者直接含服，足够您足足调理滋补上1个星期，让您实实在在地体会到它的补益功效，精神头立马就不一样。而且这个赠送是上不封顶的，买满1000美元送2根，买得多就送得多。大家在结账的时候千万别忘了输入咱们频道的专属优惠码 GF， 而且全球包邮，直接帮您免去邮费，送到您的家门口。购买链接江峰已经帮大家放在视频下方的置顶评论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江峰、对咱们频道的信任和支持。好，广告做完，咱们调理好身体，接着往下聊。最近墙内的互联网上有一个词悄悄的火了，叫做1644史官。这就奇怪了，平时中共官方不是天天拿着大喇叭在学校里、电视上拼命宣传那个1840史官吗？天天跟老百姓灌输说，自打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洋人抢了中国的银子，西方世界都是咱们的仇人，所以老百姓必须得老老实实听党的话，让党来保护你们，一块儿去对抗西方。可这1644史官又是个什么说法呢？历史上1644年那一年是满清杀入关内，把2亿汉人当成奴隶和财产来统治的起点。老百姓拿这面历史的镜子往现实里一照，好家伙，彻底想明白了。原来这100多年来真正压迫中国人的从来就不是什么美国人、日本人，更不是英国人，而是那个从欧洲飘过来的马克思主义幽灵，换了个马甲，今天叫做中共。他们把这片土地当成了自己赵家人的战利品，把拼命干活的老百姓当成了没有任何福利、随意宰割的牛马。您想这哪里是咱们自己民族的政权呢？1949年，他们靠着苏联老大哥送来的卢布和军火武力见证，今天大笔一挥，把老百姓省吃俭用的血汗钱大笔大笔的送给朝鲜，送给非洲，明天砸锅卖铁去支持俄罗斯打仗，后脚还要给中东的那些恐怖分子暗中输血。所以现在国内的年轻人看透了，不肯再生孩子，不肯再买房，宁愿用躺平来跟这个外来政权进行消极的抵抗。这时候常有朋友问我，江峰要是这回那位真的下台了，换上胡春华或者汪洋，这大伙是不是就有盼头了？中国是不是就能一步步走向民主了？我说大家千万别抱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你想就算是当年的温家宝，他也想搞政治体制改革，可有用吗？中共那个体制里头，80%以上的基本盘那都是保守派，这帮人天天琢磨的就是怎么让共产党永远统治下去，他们骨子里是绝对不希望给中国人民一人一票的。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这共产党的江山那是他们的父辈流血流汗杀了几千万人打下来的，这叫家产，他们怎么可能心甘情愿把权力还给人民呢？可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您看老百姓已经把他们看成了外来政权，再加上现在经济这么糟糕，他们还在一味的高压统治。在这种重压底下，老百姓觉醒的速度其实非常快，可能用不了多久，大家就会被逼到临界点起来造反了。这就像1911年的那场武昌起义，在起义爆发的前几个月，大清帝国看起来还庞大无比，不可一世，革命党人自己都觉得毫无希望，屡屡受挫。可历史的大势一到，仅仅因为新军在工程营里不小心走火的一枪，那个看似固若金汤的满清帝国竟然在短短几天之内就彻底土崩瓦解，寿终正寝了。所以说
这中国啊，要想真正实现一人一票的民主，不能指望中南海里出什么青天大老爷，最终还得靠咱们老百姓自己。只有当老百姓的呼声和要求强烈到让他们发抖的时候，中共那些保守派才不得不把手里的权力给交出来。好的，今天的这期节目就为您说到这里，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江峰、对我们频道的信任和支持，咱们下期节目再见。